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财经观察站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似的经历？我自己在查询美股公司财报来筛选股票的时候，发现虽然有一些财经网站能够提供一些财报的数据，但总有一些信息很难获取，或者说你不得不花钱才能够看到。比如说像是有关周转率的一些指标，而且还有一些数据它不能按照你的意愿或者喜好来展示。所以我自己呢就想写一个工具来解决以上这些问题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使用的是 ChatGPT 来帮助我开发，它是大大的提升了我的效率，而且即使是你没有编程的背景，也一样可以让它来帮你写代码。这个页面呢，就是 ChatGPT 帮我写的这么一个工具。那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啊，它有3个输入条件啊。首先是我们可以输入股票的代码，比如说 NVDA 英伟达，然后我们显示过去的比如说6年，然后在这个财报的参数中，我们选择一个不太常见的参数啊，就是比如固定资产周转率，然后我们提交。就能够看到英伟达在过去6年固定资产周转率的每一年的这个水平以及它的一个变化趋势，非常的直观，也非常的方便好用。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目前还是比较的简单，但是后续呢我会逐步的去完善，并且增加一些其他的功能。然后我的计划是把它放在网上，让大家可以免费的使用。那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。然后我来跟大家演示一下我是如何跟 ChatGPT 来互动，引导它去完成这么一个工具的开发。这个网页基本上包含了所有我跟 ChatGPT 关于这次工具开发的一个互动的记录啊。我们去选取一些重要的问答来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。首先我就给他写了一个简单的需求，就是我要写一个 Python 的代码脚本，让我能够从财经网站去调取信息，查看一家公司过去几年的财务的指标以及它的这个变化，然后做图看它的一个走势。紧接着呢 ChatGPT 这边就给我了一些建议，比如说它推荐了一些需要应用的库，必须要应用的库，然后直接给贴出了一个完整的代码。这个代码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不同的 function， 然后还有一个主程序。这个代码你是直接可以通过右上角copy， 然后把它复制到你本地的开发平台中直接去运行的，非常的方便。此外呢，它还贴心的跟你介绍了一些关键的地方，比如说中间它用了这个雅虎的 API， 紧接着我就去询问它关于不同的 API 的一些意见，比如说它们之间的一个比较，哪一个比较好用。综合考虑之后，我就决定使用了这家叫做 FMP 的这个网站的 API， 它提供的这个数据是比较全面的，而且比较实时的。那我就让 ChatGPT 依据这一个 API 来更新它之前的那个代码。如果你使用 ChatGPT 4的时候，它的功能更加的高级啊，有的时候在一个长程序进行更新的时候，它只会给你显示需要更新的那一部分，其他的它就直接给你略过了。即使是 ChatGPT 它在给你写代码的时候，也是会出现一些错误的，需要你去 debug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把你本地运行的错误的信息整个的贴给这个 ChatGPT， 它就能够从这个错误信息中去诊断它的代码，然后给你一些改进的建议啊。这里它就是发现了之前的这个字段是有些问题，然后它就更新了之前的这个脚本。那经过多轮的互动之后，我之前的那个程序已经能够运行了。然后我又给它提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需求啊，就是说想把它打包成一个网页的版本。那在这个网页上呢，有这么几个输入条件，比如说股票的参数、显示的年数，还有要显示的财务的指标。那 ChatGPT 这边立刻呢就给我生成了几个步骤，详细的去引导我怎样去完成这么一个 Web 应用程序的一个开发。那比如说，首先它要用这个 Flask 框架，然后需要在本地创建一个Python 的文件，这个代码呢又给你写好。第3步呢就是创建一个 HTML 的文件，就是网页代码。一般人可能对这个网页代码不太熟悉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 ChatGPT 可以帮助你来完成。同时你也可以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啊，去自学一下关于这个网页代码的一些知识吧，也是很有效率的。随后呢，他就
会告诉你把这些文件放在哪里，然后怎样去运行，去哪一个地址去寻找你的这个网页工具。这里呢，我又给他提了一个需求，就是把我之前他给我写的那个代码改成一个类或者是 object， 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些代码分拆成不同的小的部分，更加易于管理。因为一个长代码在你维护或者更新的时候不太稳定。经过我多轮的调试之后，就生成了我之前跟大家演示的那么一个网页，但是还有一点点不同，就是关于财报参数那里，之前是要手动去输入，但是这个 API 它提供的这个参数量非常的多，有几十个，而且有些参数挺长的，那你自己去记忆的话还是挺麻烦的。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，就是建立一个参数列表，把这个网站能够提供的所有的参数做成一个下拉菜单，然后你从这个菜单中去点选，那这样就是比较的直观和方便。那这里呢 ，ChatGPT 马上给了我一个新的建议，就是在把之前的那个 HTML 的那个文件的代码做一个更新，然后它会告诉你加到哪一个部分，然后要添加哪些行，然后要把 Python 中做一个小的更新，然后这个呢功能这个改进就完成了。最终呢就形成了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么一个界面，可以很方便的去查询不同股票的这个数据啊。我们这里还可以查不同的，比如说苹果这边过去10年它的净资产回报率啊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方便，实时的能够显示出来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我如何使用 ChatGPT 帮我开发这一个网页工具的一个过程。如果大家针对于这个过程有任何疑问的话，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跟我讨论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实现的这种功能，也可以告诉我啊，我会考虑在后续的这种开发中把它给加进去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呢就先聊到这儿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的收看收听。如果您对我视频的内容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在更新视频的第一时间你就能够得到通知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